林学长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哦。你找我干什么？当然是想跟你聊聊天嘛。在这里聊天，可是很危险的。越危险越刺激。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？公子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奴家是丞相派来伺候公子的。丞相？大皇子，臣要的是一个听话的殿下，而不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太子。李通国，父皇马上立为皇储，怎敢如此欺我？老夫能一手把你拖上去，也能把你给拉下来。李通国，你真当我大周是你李通国的一言堂吗？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我操！我穿越了，还成了大周大皇子啊！不过这皇子似乎也不好当啊。丞相那老匹夫野心勃勃，还把持着大周文官系统，就一直想把元神培养成傀儡。现在翻脸了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估计眼前这个女人也是他来的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想我一计，让我沉迷酒色了。好，那老子就将计就计。公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们两个都在床上，当然是做该做的事。大皇子，请自重。丞相不是让你勾引本殿下吗？奴家只是来伺候殿下，并无半分勾引之意。孤男寡女在床上，你说只是单纯伺候，谁会信？说是不是丞相让你陷害我？那本殿下就随了你愿。以后不管你是谁的人，你都是本殿下的人。皇上驾到！儿臣拜见父皇。民女参见陛下。皇兄，今日乃是皇子大考之日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百花楼里潇洒呀？殿下，你身为我大周皇子，天天流连在这烟花之地，实在是有失于皇家的脸面。这就是我的13弟，这个就是当朝宰相。看来今日之事就是他们两个给我下的套。袁华魁，你眼睛怎么红红的？莫不是我这个皇兄利用身份强迫你吧？殿下，你糊涂啊！你整日骄奢淫欲，还利用皇子身份威逼女子，这事要传出去，岂不让天下百姓寒心，邻国耻笑？13弟，丞相，你们两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，莫非是你们两个在背后搞什么事情？再说，这田花魁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啊。就算你说的是实话，那你夜宿青楼，缺席皇子考教，这是事实吧？没错。叶儿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父皇，儿臣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有何原因？今天早上，儿臣脑海中想出了一些诗词妙句，又在路上偶遇田花魁这般才女，所以我们二人就恰好在这百花楼中一起探讨诗词歌赋，不知不觉贪了杯，这才耽误了考教时间，还请父皇恕罪。探讨诗词歌赋，就凭你一派胡言！陛下，大皇子德行有失，满嘴胡言，臣恳求陛下废除其皇子之位，贬为庶人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是觉得本宫是不懂诗词歌赋吗？哼，
这整个京城谁不知道啊？皇兄，你除了逛青楼喝花酒，别的一无是处。弟子作何解释？父皇，自从您上次教育我之后，我便痛定思痛，刻苦读书，为了早日能够给您分担压力而努力。如今我已小有成效，就凭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，就想替父皇分担压力？正所谓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13弟，你这般辱没兄长，眼里可还有半点律法？在我大周律令中，少被鞭笞20当。怎么是要试试吗？你，陛下，今日正好是皇子大考之日，大皇子如此自信，不如让大皇子与13皇子比试一下。一个只会吃喝嫖赌的废物，不想逃出本相手心。今日老夫让你在皇上面前颜面尽失。这老匹夫又在狗王炮，不过比诗词嘛，老子前世背了那么多诗词，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。皇兄，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是不敢了吗？有何不敢？既然是吾儿之间的比试，那便由朕来出题。还请父皇示下。你们便以这窗外的圆月为由，作一首诗。这个简单，我先来。皇兄，你可听好了：星夜玉盘当空照，月中嫦娥身美妙。吴刚捧出桂花酒，与吾共饮开怀笑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此诗描绘出了在月宫饮酒，仙女翩翩起舞，这真是豪情万丈啊！真是难为丞相了，这么烂的诗还要进行一番夸赞。营业，你什么意思？竟然敢说我的诗烂！13弟，要是我那个诗有你这么烂，我直接拿块豆腐撞死得了。殿下，逞一时口舌之快是没有用的。有本事，你做一首比13皇子更好的诗出来。那你们可听好了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，简洁明了，却又韵味十足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诗？莫非是从哪儿抄出来的？哼，笑话！抄？本殿下需要抄？你们且再听好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春风又绿江南岸。人有明月何时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大皇子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废物以前吃喝嫖赌纨绔之极，什么时候拥有这般文采了？难道都是装的？好一个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父皇，你觉得这番比试，我跟13弟哪个更胜一筹啊？自然是叶儿你。13弟，丞相，现在你们相信我是在与田花魁讨论诗词歌赋了吧？陛下，都为皇家子弟，夜宿青楼，实有辱皇家脸面。此次如不严惩，唯恐大臣们颇有微词。丞相，你如此咄咄逼人，你心里怕不是有什么企图？陛下，老臣也是为大周考虑，请陛下三思啊！父皇三思啊！大皇子德行有缺，即日起每月月俸减去30%。陛下，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太轻了？丞相是在教朕做事？不敢。丞相，请留步。殿下有何事？请问丞相，按照我大周律令，谋害皇子是何罪啊？谋害皇子
死罪。那丞相就可要记清楚了。殿下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老臣告退。老狐狸，我一定要把你揪出来！这废物还真想从老夫的手里逃脱，反了他了！哼！丞相大人，这大皇子几日未见，言辞怎会变得如此凌厉？哼，不管他怎么想，这大周朝堂的事还轮不到他染指。丞相大人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去通知3部6省接触13皇子。属下这就去办。也是时候跟玉叔商量一下，这皇储之事也该定下来了。娘娘，丞相大人来信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丞相大人说皇储之事可以定下了。此事让本宫再好好想想。你去把本宫的凤云簪取来。是。丞相为何要此时立皇储？难道说有什么变故？古代为什么要宵禁啊？对于我这种夜猫子，完全就是噩梦啊！这房子长得都一个样，真没劲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？差点就被发现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味道好香啊！月儿，帮本宫捏捏肩膀。丞相那边先不用回复。这个女人竟然跟丞相有关系啊！唉，最近陛下痴迷于炼丹，各个皇子也还算安稳。可不知怎的，本宫总觉得心慌得很，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好家伙，又是一个劲爆消息！我那便宜老爹竟然痴迷炼丹，这东西吃多了，那不是离死不远了？不行，我现在根基不稳，他要是挂了，那我岂不是会被丞相玩死啊？月儿，你今日手怎么如此之重？不对，你不是月儿，你是谁？我操，这身材不比我那学妹强100倍！大皇子，是你？如果我说是个误会，你信吗？误会？大皇子擅闯后宫，是想进诏狱吗？好歹我也是个皇子啊！丽妃就凭你一句话就想儿臣进诏狱，是不是有点太自视甚高了？哼，那大皇子尽可试试，看本宫行不行？哦，是吗？儿臣也想试试丽妃的厉害之处。你想干什么？父皇为了稳固朝政，立丽妃为宠妃，统领后宫。只不过你进宫之后，并未宠幸你，在深宫高墙之中，丽妃是否会感觉到孤独寂寞呀？放肆！本宫岂是你一皇子能议论的？放肆！儿臣还有更放肆的，丽妃要感受一下吗？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排解空虚寂寞。你疯了！你不要命了！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凉。丽妃，你也怕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吗？你放开本宫！就算本宫被赐3尺白绫，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丽妃，你与丞相做过不少坏事吧？想必也是为了皇储之位。如果此时传出丽妃与皇子发生贿赂关系，那你和丞相做的事儿就全都白费了。并且丽妃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平日里那般懦弱的大皇子，今日为何像换了一个人？要不，丽妃，你今晚跟我共赴巫山云雨，明日再去共赴黄泉。大皇子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冲动。丽妃，你想通了？今日之事，本宫不与你计较，但绝不能有下次，否则本宫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今日可以，以后也可以。丽妃娘娘，皇上突然吐血晕倒，情况危急，请速去乾元宫。儿臣就先告退了，以后再来拜访丽妃。影烨，你给本宫等着！丞相，
如今储君未立，陛下又突然晕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要慌，有老夫在，朝中乱不了。徐福，把仙丹拿来，给陛下服用。是。给本宫住手！大皇子殿下，你要干什么？陛下如今情况危急，要是错过了给陛下服用仙丹的时机，你万死难辞其咎。狗屁仙丹！丞相，你给父皇服用此剧毒之物安的什么心？仙丹是陛下让徐福炼制。大皇子说仙丹有毒，难道你在质疑皇上年迈昏聩吗？大皇子，若是耽误了仙丹的服用时机，您可担不起责任。今日谁敢让父皇服用此仙丹，本宫就杀了他！爷爷，你放肆！此事关乎陛下安危，岂是你一言能够决断的？给本宫滚出去！陛下，陛下您醒了。父皇，儿臣来了。朕刚迷迷糊糊听你们在吵闹，所谓何事？刚刚爷爷阻挠您服用仙丹，臣妾一时心急，这才出言训斥了一番。叶儿，你有何解释？父皇，这仙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如果真的有人掌握了仙丹这个炼制技术，这炼制出来的东西也不能吃。殿下不可以胡说，臣乃根据道家仙术炼制的仙丹，怎会有毒？大皇子殿下整日流连在烟花之地，今日怎么懂得道家方术了？方术我确实不懂。你既然不懂，你怎么知道这仙丹会有毒呢？难道你就怕万岁爷长命百岁，才刻意阻拦的？叶儿，你为何要阻拦朕服用仙丹？父皇，世上本没有仙丹之物，如果真的有，父皇你可听说过世上有100岁的人吗？丞相，你见多识广，可有听闻？臣确实没有听闻。云烨这废物何时变得这般伶牙俐齿了？竟然连丞相都斗不过他。父皇，想知道这仙丹是不是剧毒之物，找一只体型较小的动物试一试，便可知晓。李忠，奴才在。找一只老鼠。是。皇上，老鼠已经找到。叶儿，此事是你提出，接下来就交给你来做。大殿下会不会搞错了？殿下，这老鼠服用仙丹后，并没有什么事。现在你向皇上请个罪，还来得及，免得有欺君之罪。你即便是皇子，也得重罚。我看你笑得出来，笑！丞相，你急什么？让弓箭飞一会儿。陛下，老鼠已经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这术士竟敢谋害陛下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朕被这江湖术士给骗了，差点害了陛下，求皇上恕罪。中，传臣旨意，余府意图行刺，关入诏狱，择日处斩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丞相识人不明，罚俸10年，令其戴罪立功。谢陛下不杀朕。这老匹夫在朝中威望太高，看来连父皇也不轻易杀他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父皇，就把徐福交给儿臣处理，儿臣要带他们做一些重要的事。云烨，此人胆敢谋害圣上，你还敢为他求情？你有何居心？叶儿，你提其他要求，父皇还能答应你，但这些人只能炼制毒药，你要之何用？父皇，那是你不知道这些术士的正确用法。正确用法？父皇，其实炼丹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，只不过他走错了道。如果我把他们交给儿臣，儿臣会带他们制造一些高强的武器，带领大周开疆扩土。开疆扩土？这武器真的有这般厉害？一支长枪刀刃如何？10步之外算武，10步之内
我必。此人就交给你了。如果人数不够，父皇再令人给你寻找术士。多谢父皇。叶儿，你既然懂得炼丹，那这丹毒可有解救之法？父皇，儿臣只能清除你体内残留的毒，但是你的身体就找御医调理一下。如何解毒？牛乳、胡萝卜。殿下，牛乳奴才倒是知道，可这胡萝卜是何物？忘了，这个朝代似乎胡萝卜还没传进来啊。胡萝卜是种蔬菜，红黄色，上面粗，下面细，种在地里，可挖出来之后当菜吃。陛下，这个胡萝卜，臣在匈奴商人手里见过。朕命你找出胡萝卜，戴罪立功。谢陛下。叶儿留下，其他人先下去吧。叶儿，你可知父皇为何单独留下你？父皇，儿臣不知，但是儿臣觉得一定是非常重要之事。叶儿，你如今痛改前非，朕很欣慰。这储君之位也该确立了。明日早朝，匈奴使者会来和谈。你若立下功劳，让群臣折服，这太子之位，儿臣定不辜负父皇期望。匈奴使臣觐见。匈奴使团此次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国与贵国在边境鏖战多年，两国百姓皆受其苦。本王此次前来，就是想以和平的方式化解战端。战端一起，确实劳民伤财。不知贵使想以何种方式化解干戈？素闻大周人才济济，今日特来讨教一二。若是我们侥幸赢了，大周北境的15座城池便归我们所有，如何？如此不留余地的挑衅，看来你们匈奴非常自信。怎么？大周不敢接受我们匈奴的挑战吗？我们大周不是号称尽览天下文才，你们的将士是自诩武功高强吗？哼，本王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，着实令本王失望。放肆！我们大周还轮不到你们这个弹丸小国嘲讽。你是何人？大周皇子嬴烨。你就是那个大皇子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。敢不敢接受我们的挑战？这挑战本宫就接了，不过单纯挑战没什么意思，我得加点赌注。怎么加？要是我们输了，北境15城留给你们用，然后可以在边境开放集市。你们匈奴不是需要盐茶、铁器？开放集市过后，这些都可以。简直胡闹！陛下，千万不能答应他。大皇子这是把大周的安危当作儿戏呀！皇兄，你要为了一时口快放弃我大周国运吗？那不如你来接受挑战。本王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上赶着给我送礼。那你们输了呢？我们不可能输。你们要是输了，这北境15城分给我们大周，你们匈奴每年得给我们大周进贡，还得对我们大周俯首称臣。怎么不敢？不敢就算了，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我有何不敢？2日之后文比武斗，我们一决高下。告辞，走。好，不愧是我大周的皇子，赏，重赏。儿臣谢父皇。父皇，皇兄为了一时痛快，置我大周利益于不顾，不如趁现在事情还未开始，放弃文武比斗，这样给出其中5座城池，再做和谈。匈奴得了利益，定不敢再来骚扰，这样也不算太亏。臣附议。皇兄为何无端发笑？我向文武百官，在我们大周面临最危险的时候，无一人站出来。如今我们大周都被匈奴踩着脸，你们竟然还想息事宁人，这难道不可悲、不可笑吗？殿下不要太过于自信了，这匈奴来势汹汹，必然有所准备。臣等也是为大周江山而考虑啊。丞相，今日我大周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后得一席安寝，这不是我大周的做派。我们大周只有站着的儿郎，没有跪下来的奴才。
好一个站着的儿郎！叶儿，2日后的文笔武斗，就看你的了。儿臣接旨。公子今日在章台宫的表现，简直惊为天人。不过是面对一些乌合之众。不过，听说坊间有些关于公子的传闻。哦，传闻是如何说的？大多数人都不看好殿下，而且还开设了公子和匈奴人的赌盘，公子的赔率非常高。赌盘有意思。不过你喜欢本太子更呀！好机会不要错过，发财的好机会呀！这赔率真是高啊！这是哪儿来个傻子，把钱押给这个大皇子？这不是给赌场老板送钱吗？就是，要是实在钱多，给我也行啊。这位公子，你真的要把这100两银子压在大皇子身上吗？当然。这位公子，你不会不知道大皇子是什么样的人吧？我自然知道。那你还把钱全部押给大皇子？他可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废物啊！如此看来，你们还不够了解大皇子。他现在不仅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就连琴棋书画也是一流。姑娘，你怕不是被人骗了吧？大皇子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如果说是13皇子，还有一点可能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2日之期已到，仪式可以开始了。今日之事3局2胜，第1局右臂对对子。准。在下古元。竟然是古元，他可是对对子高手，人送外号对穿肠。对呀，这大皇子好像没有学过对对子吧？大皇子唯一。叶儿，儿臣在。你准备的如何？区区对子，何须准备？狂妄自大，无知小儿，你可听好了！2元断木深山中，小猴子也敢对句？真不愧是号称对穿肠的古元，这第1道题就用同音字的方式辱骂了大皇子，这下大皇子可就难堪了。雕虫小技，一马陷足污泥内，老畜生怎能出题？妙啊，竟完美的对上了，还反骂了古元。没想到咱们大皇子竟有如此文采。小子，别得意的太早。我出上联：寸土为寺，寺旁言诗。诗曰：明月送僧归古寺，双目为林，林下是涧。涧云：负荆以石入山林。又完美的对上了，大皇子真是太厉害了，这般才华，即便是当朝的文状元也比不上啊！这不可能！再来。水有虫则食，水有鱼则渔。水，江河湖渺渺。木之下为本，木之上为木。木，松柏张森森。丞相，这废物怎么对对子也这么厉害？难道他以前都是装的？老夫小看他了，没想到这小子城府如此之深。怎么不出题了？就你这点能耐，也敢号称对穿肠？你前面都是你在出题，现在轮到本殿下了，不知道你们匈奴人能不能对得上？哼，我们匈奴人自然对得上。天当棋盘，星作子，谁人敢下？天当棋盘，星作子，谁人敢下？真是霸气！千古绝对亦不过如此吧？若非胸怀天下之人，绝对不可能对出下联。朕果然没看错人。请。对呀，对呀，对不出来也没关系，你们匈奴人就是一个蛮族，赶快认输就好。对呀，快认输吧！是啊。废物！天当棋盘，星作子，莫非王者，岂敢落子？这第1局，你们还要继续吗？第1局算我们输。第2局比试武功。大皇子莫非这是怕了？
本宫会怕吗？铁骨太，臣在。铁骨太可是匈奴3大上将军之一，不仅力大无穷，还善使大刀，勇猛之力冠绝天下呀！太子从未习武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这场比试要签下生死状。玩这么狠，大皇子，这一局咱们就认输，毕竟上一局咱们赢了一局，下一局咱们还可以赢回来。就这样吧，认输吧。大周就没人了吗？还是说都是一群废物？我大周就没有人敢与这匈奴斗上一斗吗？陛下，骆将军不在，恐怕儿臣愿与匈奴斗一斗。好，就你这小身子骨，等下老子一只手就能把你脑袋拧下来。打斗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请。就是无规则打斗。无规则打斗是何意？所谓无规则打斗，就是没有任何约束条件，使用的武器也没有任何兵器暗器之分，直到对方趴下为止。万万不可！你乃万金之躯，万万不可做如此之事啊！怎么，你们要反悔吗？自然不会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比试。小子，你不拿兵器就敢与我对战？对付你足够。大言不惭，等老子把你头颅摘下来，看你的嘴还硬不硬。这实力太悬殊了。是啊，我只希望咱们大皇子不要伤得太重。傻大个，真的磨叽死了，还打不打？不打就给我滚下去！毛小儿，吃老子一刀！黄毛小儿，吃老子一刀！我们眼花吧！大皇子竟然把铁骨太给打下了，这废物何时习得如此厉害的武功？看来日后的计划要把这一变数算进去。这不可能！铁骨太怎么会输给这个废物？不可能！皇子殿下连赢2局，这匈奴使他完败。对呀，大皇子殿下做得好啊！之前的承诺可别忘了，记得每年给我们大周进贡，到时候别送些破铜烂铁到我们这里来哦。哼，闪开！我大周好久没有如此大快人心之事。天佑大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此次大败匈奴，理居首功，你可有什么想要的奖赏？父皇，儿臣不要什么奖赏，儿臣只想大周国泰民安，江山万世永存。不愧是我儿，在我大周没有立功不赏的先例。传朕旨意，大皇子为我大周挣够颜面，赏黄金10000两，丝绸1000匹。儿臣谢过父皇。众位爱卿，要是没有什么事儿，就都退下吧。叶儿，你跟朕来一下。是。叶儿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绝世武器？没错，父皇，此物名为火枪，是我让徐福等人造出来的。微臣叩谢陛下救命之恩。本宫之所以留你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殿下，这是何物？这是一种可以改变战争模式的神器。按照给你的图纸，你去找人秘密打造出来。凡有泄密者，诛九族。此火枪还只是比较简单的火枪，如果把枪管加长，它能在100步之外击穿铁甲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父皇，这是让徐福等人秘密造出来的。好，哈哈哈，还是我儿厉害。父皇，以后有了这火枪，区区匈奴人不足为惧。以后他们会从草原上的狼变成热情好客、能歌善舞的草原人。哈哈哈哈，叶儿，以后我大周就看你的了。有空多去大将军府转转，与你骆叔叔的女儿多培养一下感情。有了你骆叔叔的支持，
你的位置才能稳固。儿臣多谢父皇。对了，洛宁那丫头喜好诗词，今日在萧雅轩举办了一场诗词大会，你呀，便去见见你的未婚妻吧。是。这位公子请留步。公子可是来参加诗会？我是来找人的。什么诗会？找人？萧亚轩已经为我家公子包场了。我家公子给京城所有显贵都发了请帖，公子可有请帖？我是来找人的，要什么请帖？那公子亲属可有在朝为官？笑话！什么时候进个酒楼需要这么多条件？切，原来是贱民！原来是个贱民！快滚！别打扰了诸位显贵的雅兴。我没有请帖，父母也没有在朝为官，但是今日萧亚轩非进不可。小柱子，我倒看看是何家显贵如此大胆。雪中腊梅独自开，一缕暗香扑面来。不与百花争颜色，是花自然有人爱。妙啊，妙啊，妙啊！妙啊妙啊！程前兄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子，这一首咏梅可谓是咏梅诗中的巅峰。以物抒情，通过腊梅的寒冬绽放，表达出自己与世无争的情怀。此诗当为今日之佳作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就这破诗，有什么好赏析的？李公子可是宰相之子，哪来的贱民胆敢出言不逊？本宫真是与丞相八字不合，在这儿就能碰到丞相姐姐，正好泡妞之前先收点利息。本以为路过此处能听到什么绝世佳片，结果一进门就听到如此烂的事，真是倒霉。这位公子面生得很，不知是京城哪位大人家的公子？一介草民，不足挂齿。区区贱民也敢点评程前兄的事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敢在这儿捣乱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敢在这儿捣乱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哎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不知公子你要找何人？自然是洛姑娘你呀。我，宁儿可不认识公子你啊。可是在下仰慕洛姑娘许久了，一直想见洛姑娘一面。如若合适，择日便可成亲。疯子，哪来的疯子？光天化日之下胆敢调戏洛宁小姐，本公子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等等，公子，你说你是为宁儿而来？自然。不知洛宁姑娘觉得在下如何呢？不怎么样。公子虽然样貌尚可，但想要娶宁儿为妻还远远不够。那洛宁姑娘要求是什么？宁儿不求夫家家财万贯，身份显贵，但至少也应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拥有经世之才的奇男子。洛宁姑娘，你这是提要求还是许愿啊？公子是要知难而退吗？洛宁姑娘的要求，对这几个才人估计难如登天，可是对于本在下，那是易如反掌。大言不惭，就你这种贱民，恐怕连字都认识不了几个吧？不过是些口无遮拦的粗鄙之人罢了。洛宁姑娘不必再与此人多费口舌。不知今日文氏有何要求啊？这人不会是个傻子吧？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绝世天才？今日我等还未写赋，不如让这位公子写一篇赋，如何？文氏本就没有要求，李承前你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今日文氏本是没有要求，但这位公子绝非凡人，在下一点小小的要求，想必公子会答应的。我应该选哪一篇呢？别在这装模作样了。今天如果把这首赋做出了，我就把这套茶杯吞下去。一篇赋而已，有什么难？洛宁姑娘，可否借你琴一往？公子请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
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将琴代语兮，聊写衷肠。何时见许兮，为我彷徨。愿言配得兮，携手相将。不得于非兮，使我沦亡。好赋，好赋啊！言浅意深，音节流亮，感情热烈奔放，当世再无一赋能居之上。不可能，这赋不可能是你写的，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？何世杰，你休得乱说！公子这般千古名赋，如若是抄来，恐怕早就流传出来。你可听过？说不准是他人刚做的，就被此人盗过来了。所言极是。还请先生主持公道。先生，千古佳作一篇都是难得，就算如公子这般大才，恐怕也难做出第二首。既然程潜与世杰都有所怀疑，小友能否再做一首？你要是做不出来，就赶紧滚出去！何世杰，你敢？公子不必怕，宁儿会护着公子。不就是一首诗吗？拿纸和笔来。装腔作势。宁儿，不必看了，这人只不过是剽窃他人诗文的庸人，又能写出什么锦绣诗句？脚印青山不放松，立根缘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宁儿又亲眼见证了一首千古佳句。区区庸人，不足挂齿。公子若是庸人，这天下无人敢称第一。这一定是他抄的。公子之诗，暗指任凭你们如何污蔑，他自岿然不动。如此高风亮节，怎么会是偷师之人？可是，够了！如此气量，如何称得上我儒门之人？从今天起，何世杰被我儒门除名。先生，妙啊，妙啊！先生，这不过是一首绝佳诗句，我大周也有不少。这小友岂是做了一首绝佳之诗？你们还忽略了这幅画！这画中远山烟水，风雨瘦竹，意境悠远。诗中青竹发于石，任凭风吹，我自岿然不动。这难道是诗画双绝？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公子真乃高人，请受在下一拜。不敢，献丑了。小生可愿入儒门？谢先生厚爱，只是今日来是为见陆宁姑娘一面。公子唤我宁儿即可。宁儿，切莫被这人骗了。还请李公子自重，你我之间请用尊称。去找你爹，替我查查这人到底是谁。我爹恐怕不会答应啊。就说是我说的，合尚书会答应的。公子，宁儿月末想举办一场中秋诗会，不知公子可否赏脸？宁儿想要，我必赴约。公子，公子，老爷急召您回去。宁儿，先生，在下还有要事处理，今日就先告退了。公子先忙，宁儿静候公子光临诗会。小友，请代我向你的父亲问好，就说他的事情我答应了。是。宁儿姑娘是不是心动了？为何不直接告诉他？先生，您与这个小子有缘，可要好好把握。父皇，您如此着急，召儿臣过来是为何事啊？北境天降陨石，恐有变故。明日之后，朕便要北巡。大周国事需要人处理，监国之位也由你来做。父皇，监国之位，皇叔们应该可以胜任吧？哎，一群坐井观天的家伙，大周若能交到他们手上，朕何苦寻着仙丹求长生？父皇，儿臣恐怕……叶儿，
若是之前，朕倒是希望你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但既然你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，那便不能荒废了这能力。好家伙，我这是要当皇帝了！行了，下去准备一下，明日早朝可不要让朕失望。是。李忠，你说朕如此安排是对还是不对？阿房他会不会怨怪朕如此安排你？皇上做的便是对的。若是贵妃娘娘泉下有知，大皇子变得如此优秀，恐怕也会夸赞皇上。你这家伙，不过朕还是不放心李通。此事还是要去与洛点武商议，携朕旨意，连夜去见洛点武。是。爹，宝贝女儿回来了，这次试会还顺利吗？出了一点小事。是不是李通古那厮的兔崽子欺负你了？爹这就去给你讨回公道。爹，不是，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才的公子。哦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这大周的才子，爹也是认识不少的。忘了问公子的名字了，不过公子答应宁儿会来参加宁儿举办的诗会，到时候可以问一下他的名字。哟，宝贝女儿，你与大皇子还有婚约呢，这文学交流可以，可不能有再亲密的往来。爹，我不是让你退掉我与大皇子的婚约吗？为父今日有要事，并未上朝。再说，这可是陛下亲口定下的婚约，怎么能轻易退掉？大皇子为人如何，这全京城都知道。你让宁儿嫁给大皇子，这是让宁儿入狼窝。宝贝女儿，你别哭啊，都是爹不好。爹这就去教训一下营业那小子。宁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嫁给大皇子。如若爹再逼宁儿，宁儿宁愿一死。哎，宝贝女儿，哎呀，这陛下让我去帮助大皇子对付李通古，可这大皇子着实是扶不上墙啊！哎呀，营业之前靠诗词就已经入了父皇的眼，现在又大胜匈奴王，让父皇龙颜大悦，丞相如何是好？小事而已，十三皇子不必担忧。大人，陛下明日将北巡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事情？明日早朝，陛下必定安排13皇子和大皇子入朝。只要13皇子拿出陛下满意的政见，我率众臣给予支持，营业便不会再有翻身之日。父皇本就偏爱皇兄，到时恐怕还会有波折。到时候我会安排群臣迎合13皇子的政见，就算是陛下也无可奈何。这监国之权必定会落到13皇子你的身上。丞相高见。13皇子可有准备？最近学习仁德之法，小有心得。老夫期待明日13皇子的表现。今日匈奴猖獗，虽然按照赌约让出了北境15城，但却纵兵劫掠，伤我大周子民。诸位爱卿有何应敌良策？父皇，儿臣有一策可退匈奴。讲。我大周应对匈奴施以仁德，每年赐予匈奴财宝，派我大周贵女入匈奴联姻，给予安抚。父皇，此举也是向外邦展示我们大周的仁德，由此也能让他们从对抗我们大周到敬仰依附我们大周。长此以往，不费一兵一卒便可让万邦来朝。众爱卿以为如何？臣附议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臣觉得13皇子所说的颇有道理。这些年我大周与匈奴对战，兵疲民乏，13皇子此举能让我大周更好的敬仰、休养生息。狗屁！皇兄，你又有什么高见？没什么高见，本殿下觉得你说的全都是狗屁。本殿下觉得你说的全都是狗屁。陛下，大皇子在朝堂之上说出如此有辱斯文之话，臣请陛下以大周律法治其失德之罪。叶儿，
朱尚书之言，你可有话说？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朱尚书，本宫想问你一句：你是匈奴的官，还是我大周的官？朱某生是大周的人，死是大周的魂。既然如此，朱尚书，本殿下有感而发的一句话，你为何不依不饶？而面对日夜侵犯我大周的匈奴，你却处处给予好处，此事作何解释？大皇子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只有展现仁德，我大周才能得以休养生息。仁德，朱尚书，如果有人觊觎你夫人，你会把你夫人送给他吗？陛下，大皇子这是在诡辩。国之大事，怎能以家事比较？家是小国，国是大家，家和国为什么不能比较？况且匈奴蛮夷，畏威而不怀德，如若一味的施以仁德，那他们肯定会越来越过分。大皇子说的极是，如若我大周按照13皇子所说，那匈奴怕不是觉得我们大周害怕了？陛下，大皇子既然站出来了，肯定有他的应对之策，不然听听大皇子的意见。叶儿，你可有应敌良策？如若说不出，这要治你朝堂失德之罪。父皇，儿臣心中有3条不全之策。快快讲来。其一，我大周可在与匈奴边界建立高墙，以御外敌侵犯。大皇子，我大周与匈奴边界宽广，如果建立高墙，那需要的劳役可是数以万计，如此劳民伤财之事，如何能做？朱大人所言极是，如此劳民伤财，只怕我大周不报秦后尘。本殿下可没说要一次性将所有劳役征完。大皇子此话何意？我们可以分10批劳役，每批劳役做半载劳作时，便换成下一批劳役。等到农忙之时，全部劳役回归农田。如此做法确实可以减轻徭役，但是会大大减少高墙建造速度。万里长城非一日之功，此举利在千秋。那此法并不能解决当下匈奴之患。当然，所以本殿下还有第2策。那第2策又是何计？第2策分化匈奴。众所周知，匈奴部族众多，我们可以选择其中几个与我大周关系较好的部族，威逼利诱，从内部瓦解匈奴。好啊，此法甚妙。陛下，臣可派将士与匈奴交涉。准。丞相认为此计可好？此策不可长久。不愧是丞相，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所在。第2策还得与本殿下的第3策结合。叶儿，速速讲来。这第3策便是在边界与匈奴开通即时往来。陛下，这不可，与匈奴互市，此乃臣服主张，危及我大周根本。匈奴之祸自古有之，以士兵血肉筑成的防线，远没有以天下民心为防线来的稳妥。双方在边境上互市，由我大周主持，能减少很多劫掠，而牧民也根本就不是很想打仗，只要互相管理公允，再加上交好部落宣扬，就算匈奴最强的几个部落的大汉一起商量造反，那他们的百姓也无法答应。好，好啊！大皇子营业听旨。大皇子营业品行端庄，才思敏捷，有治国之术。即日起，封大皇子营业为皇太子，居东宫。在朕北巡期间，授予天子剑，替朕监国。大皇子营业听旨。大皇子营业品行端庄，才思敏捷，有治国之术。即日起，封大皇子营业为皇太子，居东宫。在朕北巡期间，授予天子剑，替朕监国。儿臣谢过父皇。殿下接见吧。如此确认太子之位，是否太过草率？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大皇子此前行事难以担此大任，还望陛下三思。你觉得本宫不配拥有太子之位吗？殿下之前针对匈奴提出良策，但殿下之前所谓实难担当太子之位，为我大周江山社稷之未来。今日如若陛下不收回成命，臣便以死谏言。
好一个以死谏言，好一个思国忧民，如此正直，却又为何攻击匈奴，意图断我大周之未来？大皇子，你休得污蔑老夫！事到如今，朱大人还不承认？李忠，将朱大人与匈奴单于的书信给我呈上来。朱正淳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。陛下，臣愿以死明志。陛下，臣愿以死明志。你见事情败露，想以死留名，你觉得你配吗？你叶儿，此事因你而起，如何处置，这也交于你。朱尚说，你通敌叛国，可押入大牢，逼问出团伙之后，秋后出斩。不管以后，无论是谁，身在何方，犯我大周者，虽远必诛。叶儿，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，如此我也能放心的北巡了。父皇，多谢你给儿臣的提醒，不然儿臣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些只是锦上添花而已，如果没有你之前对于匈奴的良策，朕即便想要偏袒你，怕也不容易啊。父皇，您这次北巡要去多久啊？怎么还没有开始监国就盼着父皇回来？是因为儿臣对待朝堂之事还有太多地方要向父皇学习，况且儿臣身边没有一个高手，恐怕儿臣坐着监国之位，地位不保。父皇今日便给你安排一个绝世高手，这位是剑圣葛聂，乃是朕的贴身护卫，以后就由他保护你的安全。臣葛聂叩见殿下。葛叔叔，快请起。儿臣多谢父皇。快去收拾一下，以后你便入主东宫。这场皇权斗争现在才正式开始。这营业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他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个位置，就如此猖狂。之后他代为监国，恐怕谁都不放在眼里了。丞相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十三皇子不必担心，今日不过是陛下为他撑腰，日后陛下北巡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对付皇太子。小主子，我大周不是能生产宣纸吗？为何这些著作还是用的竹简？回殿下，咱们大周虽然生产宣纸，但是生产工艺复杂，并且原材料非常昂贵。这个朝代的发展怎么那么像秦朝？秦始皇东巡，我这便宜老爹北巡。我去，那老爹岂不是快挂了？我得抓紧时间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小主子，我交给你2个任务。殿下，什么任务啊？第一，去找各大世家，把他们的藏书都借过来。第二，去给我安排一些人，给我找一些树皮、麻头，越多越好。不知道殿下找来是何用？本太子要做一件划时代的事儿。奴才这就去准备。我好像记得言儿让我教他弹琴，过去瞧瞧吧。言儿，那个营业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一定杀了他，为你讨回公道。莫非宇，你我只是同门，请叫我全名。还有，银公子贵为大皇子，岂是你能侮辱的？言儿，你说什么？那个什么狗屁大皇子有什么可尊敬的？放肆！莫非宇，你胆敢再侮辱大皇子一句，我定要和你分个高下。好，我们不谈大皇子。你不觉得你接触了营业之后，你变得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了吗？并不觉得，反而我觉得跟了大皇子之后，越来越像自己了。大皇子又是大皇子，难道你就忘了我对你的照顾？照顾？你说的是你自作多情扔给我一堆乱七八糟东西的行为叫照顾？不是的，那都是我一心一意为你准备的礼物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要娶你为妻。他是不是威胁你了？你跟我说，就算他是大皇子，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，况且只有像大皇子那样的才子，才是我最中意的良人。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够了，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让我滚！
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却如此伤害我，今天我就上你，看哪个狗屁皇子敢不敢抓我！不要！莫非羽，你找死！莹莹，你想干什么？莹莹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剑圣葛聂，剑圣葛聂不是皇上身边的人吗？怎么会听命于你？你不配知晓。莹莹，你就算能使唤剑圣葛聂又如何？你还是不能动我。葛某人剑下没有不可杀之人。我可是丽妃娘娘的人，并且家父与丞相交好。你如果动我，无论是丞相大人还是丽妃娘娘，都不会放过你。葛聂，把剑收起来吧。哼，莹莹，你现在不对我动手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你敢抢我的妍儿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你的头割下来。葛聂，把这个以下犯上、公然挑衅皇储的人给我压下去，每日打他10大板，直到打够200大板为止，秋后问斩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！你要伤了我，丽妃娘娘不会放过你，我农家也不会放过你。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丽妃敢对我出手，本宫也会杀了她。至于你们农家，如若敢真的出手，全部以叛国罪论处。该聂，将这个以下犯上、公然挑衅皇族的罪人压下去，先打了10大板，不够打到200大板为止。诺。别！大皇子饶命！大皇子饶命啊！公子，妍儿，你没事吧？奴家没事儿，幸亏公子来得及时。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很高兴，今日便留在这百华院陪你。公子，妍儿还是第一次，还请公子怜惜。娘娘，宫外传来消息，莫非羽冲撞太子，被抓进诏狱，不日处斩。这些废物，没一个是让本宫省心的。罢了，这些贤妻，日后再培养就是。娘娘，丞相大人那边也传来消息，询问娘娘是否思考清楚。你去回禀丞相，就说本宫静候丞相家宴，必要时定会对太子出手。是，奴婢告退。母后，大哥现在形势愈发强势，我还能有机会吗？你击败本宫为母后，本宫自会有安排。而且你近日也长进不少，这大周只要一日皇位不定，你便还有机会。母后，您是说？是时候让太子知道，这大周不是他能控制的。殿下认真读书的样子，真好看。子墨，刚刚没说足够，还想？殿下，殿下，哎，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殿下，谢殿下。安排你做的事情如何了？回殿下的话，所有的材料都已经收集好了，工人正在按照殿下的图纸制作印刷版以及新型纸张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刚刚冒冒失失的闯进来，出什么事了？回太子殿下，奴才刚刚查到，最近每日都有大臣去找13皇子商议朝政大事，就连各地奏折都被丞相安排转交给了13皇子。惨了！本太子才是监国，尚书省不将奏折交给本太子，反而交给一个皇子。走，随我去一趟尚书省。本太子倒问问尚书令，到底是我大周的尚书省，还是李通古的尚书省？13皇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丞相大人又有什么吩咐了吗？不是，是我这边有一些关于奏折的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臣不敢当，以后再有此事，13皇子您传唤臣即可。如今我那皇兄担监国之职，此事还是要低调，莫要让皇兄知晓。大皇子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
论贤德，殿下您深受百官爱戴；论才学，殿下您师从儒门大师崔圣贤。依臣之见，这太子之位就应该是您的。不可胡言，本殿下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皇兄才是父皇钦定的皇位继承人。殿下，您谦虚了。最近百官都在议论，陛下立太子之事过于草率。大皇子那个草包，不过是做出一点东西来，如何能跟殿下相比啊？就说这些奏折，全部给他，也未必看得懂。太子殿下驾到。臣弟见过太子殿下。臣见过太子殿下。臣见过太子殿下。你为官多少年？从入仕起已有5年。5年了。你这5年是吃进猪肚子里面了吧？太子殿下，我究竟犯了何罪？你要出手打我？何罪？你区区一个四品官，见了本太子不敬不拜，即为1层罪；背后重伤本太子，不知尊卑，以下犯上，即为2层罪。其中任意本太子都能把你砍了，如今不过是踹了一下，你还敢质疑本太子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区区4品官员，在太子眼里算不得什么，臣也不敢说什么。但太子这般做法，不怕寒了天下文人的心吗？哼，凭你这种水位，也配代表天下文人？小柱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营业，你敢？我可是圣上亲封的4品官员，更是深得丽妃娘娘信任，丞相大人赏识。你要是敢动我，丽妃娘娘和丞相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个狗奴才，拿丽妃和李通压我！你以为本太子很害怕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保不了你。小柱子，拖下去砍了！是。魏大人，13皇子，救命啊！魏无忌，你私自将奏折交给13皇子，还有没有将大周律法放在眼里？各说，把罪臣魏无忌给我拖下去！诺。皇兄，两位大人为大周呕心沥血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这样做，以后如何面对朝廷诸公？严亥，还未说你倒是先开口吧。臣弟也不想如此，只是你做的太过了，太过了。嗨，你作为一名皇子，未经本太子与父皇允许，私自查看奏折，你是不是想要谋逆造反啊？我没有想谋逆造反，这奏折都是母后跟丞相让我看的，他们说让我好好学习一下如何处理国家大事。哼，处理国家大事？我看你是想谋取本殿下的太子之位，获取父皇的皇位吧？啊，皇兄，你听我解释。住嘴！跪好了，还等什么？把他们都给我拉出去，该出斩出斩，该打板子打板子。是。13皇子，13皇子，救我！过来一点。谁让你站起来了吗？严亥，你我本是兄弟，本太子也不是不顾你亲臣，但有些东西你不该碰，一旦碰了，你就别想活命。传娘娘懿旨，宣2位皇子前往华清宫。营业，你作为本国太子，随意殴打臣弟，还有没有将我皇室脸面放在心上？今日我要是不顾及皇家颜面，我就不仅是打他了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我会杀了他。放肆！不要以为你是太子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作为大周皇子，未经父皇允许，私自翻看奏折，你说我杀了他，有何不可？你先去隔壁温习一下功课吧。母后，我快去，剩下的事我和太子商议。玉儿，你也下去吧，我要跟丽妃谈些私事。这是华清宫，周围全是守卫，营业应该不敢对我做什么。月儿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哎，丽妃，别总是绷着脸嘛，这样对皮肤不好。放肆！哎，士别一日，本太子可想念丽妃了，不知道丽妃想不想本太子？哎，丽妃这副模样真是性感呢。哼，放开本宫。丽妃，不是有事儿要跟本太子说吗？靠得近一点才会更清楚。太子，
这里可是华清宫，你在这儿调戏本宫，不怕掉脑袋吗？我当然怕，但是13弟就在隔壁。丽妃，你敢大声叫出来吗？丽妃，现在你这副模样，我怎么会舍得离开呢？太子，这外面来来往往都是熟人，你这样迟早会被发现的。说的也对，那只能请丽妃小点声了。那只能请丽妃小点声了。母后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功课温习完了吗？儿臣已经温习了一半，您真的没什么事吗？母后，儿臣听你的声音不对，要我进去吗？不要，你别进来，你好好温习功课，明日严父子会来考教你的。莹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不想让我皇帝进来，难道是想让我进去吗？你还没有闹够吗？丽妃如此有人，怎么够呢？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想见到你。那儿臣就先行告退。丽妃的吻，本太子会记在心里。整个朝堂的4品官员，不少都是丞相推荐的。居孝陵的制度太扁，本太子要赶快推行科举制。小主子，印刷版与纸张准备了多少？回殿下，10万纸张，10套印刷版。好，吩咐下去。先将所有便于流传的典籍印刷出来时，再去儒门请刘禹锡刘先生加后制讨朝。奴才这就去办。李通果，本太子这步棋不知道你是否能跟步。今日召各位大臣前来，是来商量一件利民利国的大事。还请求太子殿下详说。本殿下要在大周国境内实行科举制。殿下，不知何为科举制？所谓科举制度，就是指通过考试选拔各类人才当官，在此制度下，人人都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官身。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魏大人，你又有何高见？殿下，若大周人人都可当官，那农业与商人还有谁愿意去做？大周以后的粮食如何保证？魏大人的意思是，当官的就应该比百姓高一等。你莫不知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臣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各地农民大多数都不识字，就算是考试，他们也无法参加。科举制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此事便是本殿下召各位大臣前来商讨的核心之事。太子殿下可有法子？正是，本殿下通过发放民间的各类典籍，到时候无论商贾还是农民，无论酒楼小厮还是青楼姑娘，都有书可读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痴人说梦吧？且不说那些典故，他们是否看得懂？就这典籍，每人1本，恐怕倾尽我大周所有财力做不到吧？正是，书简笨重，宣旨稀少金贵，誊抄典籍又需要大量人力。如若太子执意如此，那臣必定要去陛下那儿拼死上谏。本殿下说过要使用宣旨以竹简吗？本殿下说过要使用宣旨以竹简吗？我大周已经财力不济，不要瞎折腾了。本殿下还轮不到你们来教训我。小柱子，等典籍。诸位大臣，你们好好看。这典籍这么多纸张印刷下来，怕是能值10斤。太子殿下，这也太浪费了。睁大你们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什么纸张？此纸虽然与宣纸相似，手感略显粗糙，但是不影响写字与画画。太子殿下，莫非这是您发明的新型纸？刘先生高见，这正是本殿下发明的新纸张。太子殿下，这些纸张确实不错，但科举制度推行之时，还是缓一下吧。本殿下现在就要推行。太子殿下如此意气用事，陛下回朝看你如何交代。太子殿下，不如先将新式纸张推广开，之后催促宫中撰写加班加点，
做出一些样本在京城实验。既然诸位都能考虑到关于誊抄的问题，自然本殿下也想。小柱子，上印刷版。这印刷版是为何物？一个可以代替誊抄的东西。妙啊！通过刻字在版的表面，再泼上墨汁，按在纸张上，便可以呈现文字。太子殿下，你是如何想出如此精妙的设计？本殿下日夜忧思，我大周百姓无书可用。就在前几日观摩印玺，突然想到了刻字印刷之法。太子殿下爱民如子，真乃我大周之福啊！刘先生，如今纸墨笔砚书籍都有，这教化百姓、兴办私塾的任务，你是否能完成？教书育人周期较长，但是草民有信心，2年之内让大周境内多数百姓都可以读上书。刘禹锡听旨，封儒门刘禹锡为大学校长，在京城建立大学，其他各州建立书院，郡县设私塾。臣接旨。刘先生，以后辛苦了。不，教化世人本就是臣之理想，如今殿下给予臣支持，臣感激不尽。好。刘先生，此事你要尽快去做。好了，诸位大臣，如没有其他事，诸位可以退下来。丞相大人，如今太子实行科举制，以后我们再想安排人为官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明夜这混蛋，他这么干完全不将天下豪门放在眼里，要是闹出了幺蛾子，父皇回来了，肯定不会饶了的。13皇子，科举制是一件好事，但这学问可不是人人都能研学的。魏无忌，你去通知各大世家做好准备，一旦大学书院开放，立即派人进去抢占名额。丞相大人高见。报，太子那边来信。新式纸张、活字印刷术，创办书院，一儿总是能给朕惊喜呀。皇上，太子殿下一直聪慧能干。不过一儿这孩子也是越来越大胆了，竟然要废察举制，改为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员。不过此举也可以打破世家垄断官员名额。看来还是朕小看他了。也许这次北巡之后，他能给朕一个不一样的大周。关中之地遇上灾荒，遍地灾民达10万之数，今年颗粒无收，望朝廷拨粮食银两以赈灾民。如此重要之事，为何今日才上报？去，给我把户部尚书景浩叫来。是。臣参见殿下。免礼。谢殿下。关中饥荒之事发生这么久，你们户部为何迟迟没有人上书赈灾？回禀殿下，此事并非户部不愿赈灾，只是国库空虚，关中饥荒受灾面积太大，吾等实在是无能为力。国库还有多少银两？文银不足100万两。荒唐！大周每年税收100万两，怎会如此空虚？殿下，100万两听起来很多，但是分散到方方面面便没有多少。继续说。近些年各种明里暗里的贪污与官商勾结，国库能有100万两已经不错了。荒唐！荒唐！臣有罪。他们如此行径，户部为何没有人上书？回禀殿下，臣曾经上书奏折，但是都被他们背后的人驳回，甚至还有人威胁臣，如若继续上书，臣这尚书之位怕是不保。放肆！实在放肆！这天下到底是我大周的天下，还是他们的天下？殿下，臣并不怕丢掉这官职，只是臣能力微薄。景浩，我知你忠诚，此事过后，我定会给你交代。如今京城物价格几何？回禀殿下，京城包括其他各地物价上涨迅猛，相比之前贵了10倍不止。此事背后是否有人操控？殿下英明。之前臣去找京城之内的商人，购买各种赈灾物品，但他们不仅大量囤积货物，
还坐地起价。这群混蛋，竟然敢发国难财！哼，只因为本太子不敢杀了他们。景浩，臣在。以我的名义，邀请京城各大富商来我的宫中，与我商议国家大事。诺。殿下，这鸿门宴，他们恐怕不会轻易过来吧？他们不来，那本殿下就杀进去。现在局面还不算太好，只要本宫杀几个贪官污吏，说不定还能稳。丞相，各大世家已经做好准备，只要刘禹锡敢开大学，他们便能直接渗透大学，甚至能够把控大学入学名单，让太子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。大学只是第5等大事，并无大碍。最重要的是1年之后的科举安排，这件事情你多盯一下。是。对了，属下还有疑问，太子如今要推行科举制，北宫那边你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下安排？此事本相会亲自去安排。最近太子那边还有其他动静吗？太子召见了户部尚书景浩。景浩去了？去了，并且他与太子谈论了1个时辰才出东宫。如今文官一脉在本相掌握之中，这景浩这么着急投靠太子，实在是不把本相放在眼里。丞相，此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啊？听说景浩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，那我们就拿这个说事儿，看看他这个户部尚书是不是真的两袖清风。去，把工部尚书以及吏部尚书叫过来，我要与他们商议一下，顺便告诉其他人，敢跟本相作对的下场。丞相此计甚妙，如此，朝堂之上文官一脉，除您再无其他声音。丞相大人，丽妃娘娘托奴婢给您带来一个消息。何事？太子今晚将于东宫设宴，宴请京城各大商人。关中荒灾，太子这事等不就要出手了吗？丞相大人，我们是不是要给太子制造点麻烦？只要您一句话，京城最大的酒商、粮商、布商都会让太子吃闭门羹。去做吧，也该让太子明白，这朝堂的主人到底是谁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太子殿下，京城最大布商赵东来的家丁称赵东来此刻不在京城，其他商也各有推辞，一同面见殿下。不在京城？他们这些人真当本太子这么好骗吗？太子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既然他们不过来，那本太子就杀到赵家，看看赵东来到底在不在。小主子，去通知葛叔，再带上100侍卫，一起前往赵家。是。听闻魏大人喜好玉石，小人前几日刚得到一块上好玉石，今日便献给大人。景浩，你拒绝了吗？小人派家丁将景浩挡在府外，前不久已经离开。做得不错，此事我会跟丞相大人说明。谢大人。不过此事吾等交误太子，日后太子算账，还请魏大人帮小人一把。放心，你帮丞相办事，又送给本官此等好玉，本官自会保你。谢大人。太子驾到！这太子怎么来得如此之快？怕什么？本官在。臣魏无忌拜见太子殿下。草民赵东来叩见太子殿下。魏无忌，你为何在这儿？回太子殿下，臣与赵东来相交已久，今日前来做客。赵富商不是不在京城吗？怎么现在又在府上了？还是说因为要见魏大人，因此才以不在京城为由推到了太子的宴会？太子殿下言重了，微臣以为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况且殿下身份尊贵，赵东来怎么会因为微臣在此就推脱宴会？误会？那你们倒是说说，到底有什么误会？赵东来，还不赶快给太子殿下解释解释，道个歉。回太子殿下，
曹民之前确实因为运送一批货物不在京城，只是途中突然想起忘带东西，后来赶紧赶回府中，恰巧碰到了魏大人。嘿嘿，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断不会和一个富商一般见识。好，很好，一唱一和，真当本太子是傻子吗？太子殿下，此话何意？今日京城4大城门守卫皆未见到赵府上，难不成赵府上是会飞檐走壁不成？太子殿下，曹民闭嘴！魏大人，你作为专管赋税的大人，却与富商来往密集。太子殿下此言差矣，我与谁交往，这是本官私事与自由，难道这也能定罪？你与谁交往，自然不是罪，但若是收受贿赂，别怪本太子刀下不留人。小柱子，给我搜！站住！我可是皇上亲封正3品官，也是丞相大人的心腹，你一个阉狗，敢对本官不敬！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，竟然敢拿李通古压我！给我搜！是。站住！曹东来，把你府上的人都给我叫上来！来人！各叔，他们给我拿下！搜！是。殿下，这里是10万两一张的银票，还有一块上好的古玉，价值至少300万两。魏大人，你伸手就是整个国库所有，这捞钱的本事可真是大呀！没错，这些都是富商送给我的，那又如何？难道太子大人也要杀了我不成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丞相大人的心腹。嘿嘿。恶孽听令，魏无忌身为当朝正3品官员，勾结外商，鱼肉百姓，收受巨额贿赂，罪无可恕，即刻处斩！太子殿下大人啊，小的知错了，小的以后再也不跟您作对了，您就饶了小的吧。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哥叔，我不想再听他废话。太子殿下，曹民知错了，曹民以后都听您的。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，但你不知悔改，还与那罪臣魏无忌一起欺骗本太子，现在落了赵府，也存在的必要。太子殿下，你虽然是大周太子，但我赵东来也是奉公守法的公民，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我，否则你如何面对这天下百姓？如何能坐着太子之位？还敢提天下百姓？真当这天下百姓都是傻子吗？太子殿下，我愿意拿出这赵府的所有财产救助灾民，只求你能饶我一命。犯下这罪行，就算杀你100次都够，还想网开一面？恶逆听令，奸商赵东来灾荒时期囤积货物，哄抬物价，大发国难财，以致百姓怨声载道，事后仍不知悔改，欲勾结罪臣魏无忌，刺杀太子，罪无可恕，就地处斩，没收一切财产，收入国库。我好恨呐！我当初就不该听魏无忌的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！从你们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就注定此结局。小柱子，最近营亥和李通古可有什么举动啊？自从殿下杀了魏无忌之后，丞相那边没有任何举动。哼，这老匹夫怕不是背着什么坏事吧？殿下放心，奴才已经安插了不少眼线，一直盯着13皇子和丞相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奴才会第一时间汇报。唉，那些人怕是盯不住啊，我们的人还太少。如今文臣一脉都是为李通古马首是瞻的，想要突破此局面，唯有刘先生的大学创办。殿下放心，刘先生那边已经传来消息，
大学已经开始报名了。哦，已经开始报名了，那本太子一定要去看。原来是崔家少爷，进去右转便是大学记名处了。你请进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呢？放肆！你……哎，我们是来报名大学的。今日报名名额已满，回去吧，明日再来。那为何他能进去？崔少可是世家少爷，而且手里有引荐文书，你有吗？什么引荐信？在朝3品官员以上或世家大族的引荐文书。是谁规定报考需要引荐文书的？自然是刘先生。刘禹锡？哪里来的贱民，竟敢直呼刘先生名讳！把刘禹锡给本官叫出来！敢在我儒门面前放肆！你怕不是想吃10年大牢？你们儒门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！如今我儒门有太子和各世家撑腰，别说是顺天府，就是大理寺，我们也能名正言顺的叫来。当朝太子一心为民，怎么会帮你们欺压老百姓呢？我们儒家举办的大学，便是太子殿下下旨创办的。敢借本太子的名声作恶，你好大的狗胆！太子站在你面前的正是当今的太子殿下。你要是太子，我还是当今圣上呢。你们违背当今太子旨意，侮辱当今圣上，欺压百姓，3罪并罚。可逆 ，no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可是儒门子弟，太子门生，竟然敢动我！杀了他！住手！住手！崔先生，救我！今日有老师在，没人敢动你。天子脚下，乱开杀戒。你眼里可还有王法？你是？老夫乃儒门72贤之首，崔清河。崔家怕了吧？怕了的话，就给崔先生叩首谢罪。区崔家，本宫才不会放在眼里。你是哪家的小辈，竟敢折辱我崔家？二叔，无论他是哪家的小辈，今日也断然不能放了，否则以后我们崔家如何在京城立足？他不过一个贱民，而且脑子有问题。子浩，去请顺天府的张大人过来。今日老夫让京城所有人知道我崔家的下场。是。站住！衍圣公，您怎么来了？今日我若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犯成什么样的大祸。衍圣公，他不过一个贱民。住嘴！太子殿下，臣教导无方，请太子殿下责罚。怎么会？他竟然是太子殿下？那我就算是太子又如何？也不能无缘无由的欺辱我崔家。刘先生，我让你筹办大学，这么创办的？太子殿下，臣做的有何不妥？本殿下问你，为何报名大学需要世家与大臣的举荐文书？太子殿下，臣没有这个要求啊。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衍圣公，这些都是崔先生安排的，我不过就是听命行事，还请您向太子殿下求情，就饶了学生这一回吧。糊涂啊！可逆，杀！老崔，你为何要让子明这么做？衍圣公，太子殿下糊涂，难道你也糊涂了吗？那些贱民卑微，如何配得上这本书？而且，就算这本书给了他们，那些贱民也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。一派胡言！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些风景罢了，也配俯视芸芸众生。如果能站在同一高度，你可能看的还没别人远呢。简直荒谬！我崔家世代积累，为何要与他们站在同一高度？这大学是本太子创立，你们世家想把手伸进来，真是找死！杀我！就算你是太子，也接不了。太子殿下，此事牵涉重大，不如由微臣彻夜追查，再判决也不迟。此事我定会盘查。不过这崔清河，目无王法，欺上瞒下，打乱我大周朝纲，祸乱我大周秩序，不杀他，不足以泄愤。可逆，京城世家同气连枝，一口丞相大人敢杀我，你这太子就做不长了。二叔，太子斩我二叔，此事我们崔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
崔家善罢甘休，本宫也不会答应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崔家在京城出名。小柱子，带500个侍卫去崔家抄家。是。大选乃我大周之大选，如果你们这些人想把手伸进来，别怪本太子大动干戈。丞相和世家终究小瞧了这位太子，假以时日，这个天下必定是这太子的天下。丞相大人，太子弑杀成性，不仅将魏大人当场杀害，就连我二叔也被太子赐死。如此行径是完全不把您放在眼里。您作为当朝丞相，文官之首，理应有辅佐太子之职责。您不能再任由太子如此弑杀下去了。你对此事有何见地？太子出掌朝政，只知道利用手中权力杀人，而不知为天下百姓造福。如此这般，天下百姓必怨声载道，我大周江山必定不稳。丞相大人，你一定要让太子停下来。言有理，明日我会带众臣到后宫面对太子，告知太子其利害关系。为了天下太平，让他放弃监国大权，好好学习管理朝政大事。可是，如果太子不愿意，那就通知玄甲卫，让他冷静一下。或许冷静以后，就明白老夫的良苦用心了。小侄差点忘了，如今拱卫京城的3支玄甲卫还掌握在您的手上。这玄甲卫之事，不要在外面张扬，否则皇上回来，老夫也无法交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崔家就谨遵丞相大人的安排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劳烦你把朝中3品以上的官员叫过来，我们一起商议。好，小侄现在就去。等等，啊，丞相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这个送给百花院的田野，小侄定当不辱使命。太子，这一次你该明白老夫的良苦用心，你不要逼我走到最后一步。殿下，奴才刚得到探子密报，说崔家的崔子浩秘密见了丞相。之后，朝中3品以上的文员全部前往丞相府，1个时辰后才出来。可知道他们商谈什么事情？殿下，丞相府戒备森严，暂时只打听到丞相明日要来东宫面见殿下您，而且玄甲卫那边也有异动，似乎也是丞相所。他们习惯高高在上，现在头上多了本太子这把刀，怕是已经开始坐立难安。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之前的日子，那肯定要把本太子。殿下，您乃皇上亲封太子，他们怎么敢？本殿下虽是太子，但这拱卫京城的玄甲卫却掌握在李通古手上。你说，如果他们被逼急了，会不会发动兵变呢？殿下，奴才愿为殿下肝脑涂地。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忠心，因为你已经打上本殿下的标签。如果我死，你也活不走。火器制作的如何了？徐大人已经赶制了100把，火药也准备了不少。好，立刻将火器给咱们秘密训练的人安排上。一旦李通谷那边有什么状况，不惜一切代价射杀李通。是。不要这么紧张，事情还没有糟糕到那种地步。走，摆驾去华清宫。儿臣营业有要事参见丽妃娘娘。夜已深，本宫乏了，太子有事明日再谈。如果是李通谷的事呢？丽妃也不愿听吗？进来说吧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丽妃娘娘，儿臣要与私谈。月儿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放肆！就算你是太子，本宫照样能治你的罪。丽妃，儿臣放肆的次数还少吗？这么自欺欺人有什么用呢？本宫可不是软柿子，可以任你揉捏。丽妃，儿臣今天可不是来欺负你的。如果丽妃想要，儿臣
也可以满足。有什么事快说吧。今日李通古在朝中召集所有3品以上官员，在丞相府中密谈，此事丽妃是否知晓？本宫并不知晓。不过丞相贵为百官之首，召集文官议事，又有何不妥？他们商量这事儿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不过他们却在商量如何找本太子麻烦。你说，本殿下要不要召集所有大内侍卫，把他们全部剁成肉酱？不可，他们乃朝廷重臣，手上把握着诸多权力。你若血洗朝堂，天下必定会大乱。天下士子寒心，就连大周政权也会动荡不堪的，黎民百姓流离失所，你也会在青史上冠上暴虐太子的名声。丽妃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只要你能收起杀戮之心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这是他们逼本宫，本宫要给他们玉石俱焚。此事仍有转圜余地，只要你肯。丽妃，明日儿臣生死未卜，不如今晚便儿臣享受一下人间极乐。大胆！丽妃，儿臣命不久矣。丽妃喜欢，儿臣还可以大胆一点。哦，丽妃又有什么新的见解？不如太子先放弃监国之权，跟着丞相学习治国之道。有了丞相的支持，待到时机成熟，太子便可再次掌握监国之权。丽妃，你这个人真的好算计。你如此处处为丞相考虑，难道你和丞相有其他关系？这太子怎么变得如此聪明？如若再任由他猜下去，本宫与父亲的关系便会被他知晓。太子，此等话是谁教你？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难道确有其事？当然没有，本宫如此教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丽妃不过是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往我死里逼。假如今天卸掉监国之权，明日丞相就会废掉我的太子之位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如果我把真实想法告诉你，明日丞相定会知晓。无论如何，咱们事情都会败露，不如今天在丽妃这里找点好处。不要太过分。什么叫过分？母后，儿子今日功课已经完成，您有时间检查吗？再不赶他走，那我就暴露。你个好色登徒子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既然你不想赶他走，那我就让他进来看看。本宫不要。你口是心非的样子，真让我要。母后，您能听到儿臣的声音吗？本宫可以，你说吧。你今日功课都学了什么？你别说话。这么晚了，太子为何在这儿？难道说有什么不能告知的秘密？太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与丽妃有要事要谈。既然你要展示今日功课所学，那你便在门外说。我作为你的兄长，我也有义务帮你指导。我今日背了《过秦论》，秦孝公据姚韩之故，拥雍州之地。干什么？母后，刚才是您的声音吗？您是发生了什么？我没事。儿臣担心母后，还望母后准许儿臣进来。你别进来，你就在外面背。儿臣必须确认母后无事，事后儿臣任由母后责罚。确认了吗？确认了。确认了，就给我滚出去！臣弟之错，还请皇兄责罚。心性如此怯懦的13皇子，如何成长为一代君王？日后皇位争夺，他能有勇气站在云月面前说话？为了我们李家，本宫还是要另起谋划一番。13皇子今日功课还未查阅完毕，夜已深了，太子殿下再待在华清宫不合法理。
不如先回去吧，有我之事，白日再谈。那儿臣先行告退。在我离开之前，头不准抬起来。付不起他的。今日之欢，明日再续。此药名为断魂散，施之无色无味，3日内暴毙而亡，查无可查。你是个观察营业举动，一旦有不妥，加入饭菜被我等大宴杀出一条明路。毒杀太子，真不愧是丞相。如此一来，再没有人阻止他的野心。不行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得找公子好好商量一番。言儿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跟本殿下说。公子您来了，说说看。丞相派人给言儿送来一封信。李通古这个老匹夫还不知道言儿是本殿下的。信上说什么？信上说要毒杀太子您。居然想毒杀本殿下，真是好算计。哎，言儿，公子，本殿下从来没有错怪你。言儿多谢公子信任。药粉，言儿放在了桌上，公子若需要，随时可取。无妨。本殿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既然言儿对本殿下如此忠心，那本殿下一定要好好奖赏一下言儿。公子，公子，言儿还没准备好。哎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可莫要浪费。公子爱我。言儿，昨晚那般劳累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太子殿下等会儿回东宫，肯定来不及吃早饭，言儿便给公子准备了一碗小米粥。言儿真是贤士。言儿伺候喂你。言儿做的粥真好喝。公子若是喜欢，言儿每天都可以做给公子喝。言儿意思是跟本殿下回东宫？公子，可以吗？你要喜欢的话，自然可以。公子，言儿好开心啊！言儿，本殿下暂时还无法给你名分。没关系，只要能一直待在你身边，言儿就心满意足了。言儿这么乖，本殿下也奖励言儿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太子殿下，丞相李通古和户部尚书何德康带着朝中3品以上官员在东宫正殿求见您。除了李通古和何德康，在门外，其他人都全部滚出东宫。太子，正事要紧，况且丞相带这么多人找公子，必定是有什么谋划，公子应该早做准备。无妨，他们无非威胁我放弃监国之权。公子，那言儿伺候你。这太子到底在干什么？小柱子，你再去通报一声。殿下说了，让2位大人在这儿等着。如若何大人不愿在这儿等，可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咱家可没有心思给你报2次信。你不过是太子身边的阉狗，竟然对老夫如此无礼，老夫一定会像陛下参你一本。何大人，咱家确实是太子殿下身边的一条狗，但咱家也知道忠君报国。何大人知道这4个字怎么写吗？你行了，没
没必要跟阉狗一般见识。我们再次心平气和，等太子回来。太子殿下驾到，恭迎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何大人，你是嫌本宫来的太晚，还让小柱子去催本，是要本宫给你道个歉吗？太子息怒，微臣绝无冒犯太子您的意思，只是微臣有要事禀报，一时着急才说出那般话。大清早跑到东宫来扰乱本太子休息，你最好有要事，否则本殿下不介意治你一个私闯东宫之罪。启禀殿下，微臣斗胆请问殿下，之前您出宫是否杀了赵家家主赵东来以及三品大员魏无忌，并且派人将赵魏两家抄家？确有此事。太子殿下，昨日崔家崔圣贤以及儒门弟子子明，是否也是殿下所杀？真不知道这些小事为何也能惊扰到两位大人。殿下，这些事情可不小。且不说儒门弟子子明以及农家莫非宇，魏大人与崔圣贤都乃国之栋梁，殿下不分青红皂白就地格杀，就不怕寒了满朝文武大臣的心吗？殿下可曾想过，如此血腥手段会让天下士子惊恐，我大周将再无可用之才，天下黎民百姓也将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。老臣辅佐陛下20载，深得陛下信赖，如今太子殿下误入歧途，老臣有责任匡正，引导太子殿下走上正途。因此，老臣请奏殿下，暂时放下监国之权，安心学习如何治理朝政，不要再动杀戮，以免天下动乱，危及我大周江山社稷。请太子让出监国之权，安心学习。要是本太子不愿意，微臣必定死谏。朝中文武大臣不会任由殿下再开杀戮，天下百姓也不会任由殿下乱来，大周的江山社稷更不会允许殿下胡作非为。2万玄甲卫已经在京城外待命，如若殿下执意不放下监国之权，再开杀戮，那老臣只能夺下殿下监国之权，拥进殿下于东宫思过。等陛下北巡回来，殿下自然会明白臣等良苦用心。放肆！监国之权乃是父皇金口御赐，岂是你一个丞相说收就收？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太子殿下若再不思悔改，2万玄甲卫也只能得罪了。好一个以民为本的丞相！那你说说，本殿下所杀之人，哪一个不该杀？又有哪一个不视百姓为鱼肉？事情发展成这样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为了黎民百姓，为了大周100年江山社稷，这监国之权，你放也得放，不放也得放。殿下可要想清楚了。李通古威胁本太子，老臣只是为了我大周，并无其他意思。老匹夫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！今日本太子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远水解不了近火。你什么意思？小柱子，吩咐下去，所有火枪卫全部集结东宫，就让这白日映为何大人与丞相送终。太子，你真就不顾及天下百姓？真想让大周100年江山毁于你手吗？丞相言重了，不过是杀了2个老匹夫，怎么会牵扯到江山社稷？放心，你们死后，你们府上的财产都会被我用之于民，这样你们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。太子殿下，陛下北巡回来了，现在于咸阳宫召见殿下。哼，去咸阳宫。丞相大人，太子已经陷入癫狂，无论我们怎么办，恐怕他都会与我们同归于尽。刚才我从他的眼中确实看到了杀意，如若不是陛下及时昭宣，恐怕他是真的要对我们动手。那我们今后如何是好？此事不可急，一定要等一下合适的时机，再对太子出手。丞相大人高见，走，我们也去面见陛下。虽然现在无法对太子出手，
但是在陛下面前让太子难堪，也算是出了今天的恶气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言礼，叶儿，给朕说说，你近日都做了何事？父皇，那些探子每日不都把儿臣这边的情况都告诉你了吗？父皇想听你亲口说说。臣李通武叩见陛下。陛下，您终于回来了。狗叫什么？我父皇刚回来，就不能让我父皇清静一下吗？今日乏了，两位爱卿有何事，明日早朝再提。下去吧。是。叶儿，给朕说说你今日所作所为。父皇，您不在的时候，儿臣抄了副商家，获得了不少银两。儿臣把这些钱全部用于了赈灾之事。人也没少杀吧？都是一些蛀虫，整天鱼肉百姓，不足挂齿。不错，有朕往日的风范。匈奴之事解决后，大周监国之位还得你来做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儿臣获得了监国之权之后，那些大臣并不会听儿臣的命令，他们对儿臣的命令阴奉阳违，甚至儿臣亲自出面，那些大臣也无济于事。儿臣还想父皇赐给儿臣兵权。叶儿，你越来越大胆了，你可知兵权意味着什么？儿臣知道兵权意味着什么，但是如果父皇不把这兵权赐给儿臣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这监国之位委屈你了，罢了。找你骆叔叔，军中士卒任你挑选2000。多谢父皇。顺便也去见见乐平那丫头，你们2人的婚事也该定下了。还有，以后少去见丽妃，她是李痛苦的暗棋，不要被美色迷了眼。父皇，您不怪儿臣。朕的心里只有你母亲一人，况且丽妃乃是一个筹码，若不是她背后的身份，你怎么样都行。既然父皇您都知道，那为何还要？你觉得我们的大周如何？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。朕曾经也想过整治朝纲，但是把他们杀了又能如何？没有新的人才输入，又有匈奴外忧内患，大周江山只会崩得更快。不过现在你放手去做吧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朕帮你扛。儿臣多谢父皇。去吧，朕需要休息一下。儿臣告退。臣骆典武拜见太子殿下。骆叔叔，不必多礼。不知太子殿下今日过来所为何事？遵父皇之意，前来找骆叔叔，寻2000士卒入东宫继位。如今距离京城最近的军队乃是玄甲卫，但是玄甲卫负责拱卫京城，轻易不能出现。再加上李通甫这个老匹夫干预，殿下怕是很难调走2000士卒啊。骆叔叔，除了玄甲卫，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军队吗？除了玄甲卫，还有龙神军可供选择，但是从盘龙大营调过来需要半月时间啊。无妨，那就龙神军。臣这就去安排。骆叔叔，不急，宁儿在府上吗？啊，臣刚才已经让府上丫鬟去叫我那丫头了。我说了多少遍，我是不会去见太子的。小女顽劣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骆叔叔，如果宁儿不喜欢本太子，这婚约本太子会去求父皇解除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婚姻大事，岂容这丫头任性？臣这就去教育一下。小姐，大将军说了，你若不答应，就关你禁闭。我爹那么疼我，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？这话确实是我说的，你下去吧。爹爹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太子是什么样的人，您不知道吗？女儿若是嫁给他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丫头，不要任性了，爹爹也是为你好。逼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，是为我好吗？爹爹，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答应娘亲的吗？丫头，除了这件事，你想要做什么，爹爹都答应你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和太子解除婚约。胡闹！爹爹，
为了一个外人，你要打我？好啊，你打呀！今天爹地就算打死宁儿，宁儿也不会嫁给太子。洛叔叔，不可！太子殿下，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认识？丫头，你刚才叫太子殿下什么？爹爹，公子就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您把微臣瞒得好苦啊！公子，你为何不告诉宁儿你的身份？洛叔叔，最近我一直都在忙，因此我跟宁儿见过的事情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宁儿，我当初没有说明身份，万一跟你一样，也不愿意娶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公子，那你现在还愿意娶宁儿吗？宁儿本来就是我未来的妻子啊。太子殿下，臣还有军务处理，先行告退。罗叔叔，您去忙吧。丫头，好好招待太子。宁儿最近画了一些画，公子要不要替宁儿品鉴一下？走。宁儿，长得这么漂亮，画也画得这么好，这样京城其他女子还怎么活啊？公子，不要取笑人家了。公子，宁儿，还是叫我叶哥哥吧。叶哥哥，我听说你跟百花院的田园花魁关系密切，是不是真的？宁儿，叶哥哥不骗你，我与田花魁确实有关系。如果宁儿介意，叶哥哥，宁儿并不在意你三妻四妾，只要你心里有宁儿，宁儿就心满意足了。傻丫头，叶哥哥心里一直都有你。父皇，您这么紧急召儿臣过来，有何要事啊？没事，朕此次北巡回来，有些乏了，这监国之事就要落在你头上了。哎，父皇，您就不能让儿臣休息一下吗？你要喘口气，那这皇位你还要不要了？父皇，儿臣定会好好监国。可是父皇，您上次答应给儿臣的万金赏赐，什么时候给儿臣啊？之前与匈奴比斗时，你在赌场不是赚了不少吗？可那是儿臣自己凭本事得来的呀。万金没有，想要自己去赚。老板都没你这么能画饼。你说什么？儿臣没说什么。下去吧，这要休息了。是，父皇。殿下不好了，京城这边近几日涌入不少灾民，但是都被玄甲卫驱赶，甚至有不少灾民死在玄甲卫手上。是谁给玄甲军下令，害得灾民大打出手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不过这玄甲卫掌握在丞相手上，说不定有丞相的授意。放肆！去把李通国那个老匹夫给我叫过来，我问问看谁给他的狗胆对灾民出手。是。殿下，老臣得知消息就赶过来了。丞相来的倒是挺快啊！你手下玄甲军对于灾民不安抚，还痛下杀手，对于此事你作何解释？殿下，玄甲卫不会无缘无故做这种事情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缘由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也不能对灾民下杀手，更何况灾民10万之数。如此做法，就不怕激起民怨，祸及整个京城安危？如此罪名，丞相，你可担待得起？玄甲卫的做法确实有失妥当，事后殿下想怎么处置都可以，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安抚灾民，以免引起哗变。老臣建议选一名宅心仁厚的皇子前去赈灾派粮。我身为监国太子，必然不能亲自赈灾，而其他皇子中只有13岁的出色。13皇子深受严夫子与丽妃教导，无论是能力还是品德，
皆为上品，不如由他为主，何德康、何大人为辅，一同前往赈灾。好，就依丞相大人所言，希望13皇子跟何大人不要令本太子失望。如果此次赈灾出现问题，所有相关人员一个都跑不掉。老臣领旨。殿下，您为何同意丞相的建议？他这分明是想通过此次赈灾，提升13皇子在民间的名声。本殿下知道，但是为了此次赈灾，没有人捣乱，为了灾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，我不得不答应他们。殿下仁慈，希望他们不要令本宫失望。小柱子，派人盯着13皇子，一旦有什么事情，立即向汇报。是。另外，丽妃那边也派暗哨盯着，他或许是我们扳倒李通国的一两个。建浩，如此慌张，发生何事？殿下，不好了！之前抄出崔家分支的一部分家产，在运回京城的路上被抢。损失多少？整整300万两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抢皇家银子？臣不知。300万两被抢，你作为此次抄家的指挥使，竟然连被谁抢了都不知道，该当何罪？臣知罪。臣等赶过去的时候，只见满地的运送官差的尸体。在何处见到？玄甲卫左翼大营200里。小柱子，派人去事发地点查看，顺便去探一下玄甲卫左翼大营有没有什么动静。是。难道殿下认为是玄甲卫做的？如此近距离抢走300万银子，除了人数众多的玄甲卫，还有什么人这般神不知鬼不觉？丞相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他李通国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唉，此事若是真，丞相恐怕也会推脱干净。行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若真是李通古那老匹夫所为，那玄甲营和玄甲卫左翼，本太子就收下。将军，太史册那个王八蛋又下令去管控灾民，咱们要去吗？招呼几个兄弟去吧。之前我们已经推掉驱赶难民和抢官营的任务，若是此次再拒绝，太史册一定会趁机发难。是，但是切记，一定不要对难民出手，如果有可能，多帮一下难民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却一直被太史册那个王八蛋压着，咱们不如投奔太子，不受这个窝囊气。唉，太子殿下势单力薄，如若我们投奔，只会给太子殿下带来麻烦。这种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看看。那不是太子殿下吗？他怎么来咱们玄甲卫大营了？恐怕是因为上次官营被抢的事情。将军，咱们要不要出去帮太子殿下？不行，我们力量不够，只有等到关键时刻，才能把太子殿下救出大营。你们好大胆子，见了太子殿下竟敢不跪！我们玄甲卫只跪丞相大人与陛下，太子还不够资格。你们如此对待太子殿下，是想被杀头吗？神不假，骤雨圣明，有何不敬？太史册，玄甲卫左将军，那崔家的300万两银两，是不是你抢的？什么崔家300两？我只知道丞相大人前几天赏了我们300两军饷。少跟本太子废话！我再问你一遍，那300万两是不是你抢的？太子，你是想杀了我吗？不要忘了，这里可是玄甲卫大营。玄甲卫怎么了？玄甲卫不就是我大周的国土吗？怎么没话说了？太子殿下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来人！太史册，你竟敢对太子殿下动手！你们2个是要阻拦本将军吗？吾乃大周的兵将，与太子殿下监国，我当然要保护太子殿下。那你就陪着他们一起去死！动手！太子殿下，你先走，我和叔宝拦住。叶将军，我来此处定做了万事准备。太子殿下，对方有5000玄甲卫，我们只有500侍卫，根本不是对手。快走吧！走！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！怎么回事？不知，似乎是营帐那边传来的声音。太史册，如果你现在投降，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太子殿下，就你带来这些歪瓜裂枣，还想让老子投降？愣着干什么？上！你是剑生可念。太史册，你私抢银库，罪无可恕，少赦！
这就是太子殿下吗？真的好厉害啊！这是何物？竟能隔空伤人？此乃太子殿下亲自设计的武器，名为火枪，10丈之内一击毙命。岳将军，末将在。现在玄甲卫我领头大将，本太子暂命你为玄甲卫领兵将军，你是否有信心将玄甲卫整合起来？末将有信心。很好，我现在命令给你留下50支火枪，再回另外派人给你秘密训练这把枪。你要尽快组建1000人的火枪卫。末将遵命。小柱子，此事交给你去安排。奴才遵命。老爷，玄甲卫那边传来一个坏消息。何事？太史册抢库营被发现，太子亲自带人杀了太史册。如今玄甲卫左翼大营已经完全落入太子手中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通知下去，其余的2个玄甲卫大营，所有人本相的允许，不许出大营。奴才这就去办。最近灾民越来越多，这奏折越来越多，不知道13那边赈灾情况怎么样了？小柱子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去赈灾地方看一下。诺。大人，您行行好，多给一点，我和孩子已经几天没吃了，您多舀半勺也行。去！哎，你们这群刁民，实在皇子愿意赈济你们，算是皇恩浩荡了。没想到你们居然敢得寸进尺，还嫌少。我只想给孩子要一口吃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！该死的贱民，滚开！别死城门口！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人吃的。我代表的是13皇子，我想如何赈灾就如何赈灾，需要你一个刁民来教我做事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天子脚下，皇城之中，你们这些蛀虫竟敢贪墨赈灾粮饷！你们这些贪官污吏，不知什么叫做王法！哪里来的狂悖之徒，敢在京城殴打蓄力，扰乱赈灾！太子殿下，微臣有眼疾，还请恕罪。臣弟见过殿下。哼，李通古这个好手老贼，费尽心机让你博取名声，没料想你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赈灾是这么赈的？臣弟不知皇兄大发无名之火，所谓何事？好一个无名之火！全是清汤寡水，泥沙实力。这就是你说的赈灾？来，你喝一碗，给本宫看看。赈灾一事我浑然不知，这些都是他们在安排，我不过只是过来领下功劳罢了。混账！殿下，这都是误会。京城米贵，而您只给了20万两白银，实在是买不到好米。如今运河堵塞，海路多风浪，苏杭之地的米难以运来。此实为无奈之举。何德康，你这个奸细之辈，你以为本宫和营汉一样愚蠢吗？京城物价平抑，运河早已疏浚，此时海上正是赏枫季节，何愁买不到好米？我看那20万两赈灾银，早就进了你的囊中。来人，将此贼就地正法。太子殿下，我属下人多手杂，他们办错了事。也情有可原，太子何必如此苛责？你这妄读圣贤之说的奸佞，狗一样的东西！闭嘴！你竟敢辱骂微臣！我不止骂你，还要杀你！既然你说是属下办事不力，那本殿下连你和你的属下一起砍了。殿下，像我这种2品大员，岂能随意杀戮？按大周律法，应先交刑部大理寺审理，再交由丞相和皇帝陛下定夺。整个刑部都是你们的老巢，把你羁押刑部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来人，凡涉嫌此案的贪官污吏，无论品级爵位，全部抓起来杀了！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滥杀神下，你这是与文武百官作对！居然把文武百官都烧成了！何德康，你这是在威胁本宫吗？来人，
何德康，你可要想明白了，行刺太子是要灭九族的。太子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皇王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是你逼人太甚。现在你尚未登基，就大肆杀虐，我的臣子动辄得救，真是寒了忠臣的心。就你这种货色，也配说出忠臣二字？忠臣会对当朝太子拔刀相向吗？微臣实在是被逼无奈。明日早朝，我定联合御史大夫封文演示，弹劾你这种暴虐太子，保我大周社稷。既然你说本宫暴虐，那我就暴虐给你这个老贼看看。文念，拿下！若此贼胆敢反抗，就地正法，一灭九族。诺。何大人，现在器械伏诛，或许还能保全你全家性命。太子纵容门客擅杀忠良，就不怕寒了天下世家的心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年若没有门阀世家倒戈，太祖能打下大周100年基业吗？天下能有太平盛世吗？你这个混账，还有脸面跟我提门阀世家？你们这些门阀世家破坏朝纲，任人唯亲，垄断官场，以至于我大周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你们居高楼广厦，以红为翠之时，可知道有多少寒门子弟饱读圣贤之书，却报国无门？他们贫困交加，最终郁郁。你知道有多少平民百姓，他们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，却因为你们私访恶政，食不果腹，一体，最终都毙于乡野之徒。可你现在，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我提建国功勋，提显赫门第？这群读书之人，耽误百姓生死，视生命为草芥，现在竟然连赈灾银两都敢抢！你们忘了孟子说的“民贵君轻”，难道你们都学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？把今日涉事官员全部给我押下去，孝属示众，以儆效尤。营业，你个黄毛小儿，丞相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！快点让他给我闭嘴！此次赈灾，你糊涂莽撞，与一群小人沆瀣一气，你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小柱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让子20，让他给我长点记性。13皇子，请吧。何德康到底怎么了？何大人被营业凶手过枪都示众了。大灾之后必有大业，营业，老夫一定会为手下报仇的。殿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咱家染了疫病，你还是不要靠近小人的好。他是习武之人，身强体壮，不用担心。疫病？回殿下，京城疫病肆虐，现在城门紧闭，百姓莫敢进出，就连我们东宫也都快病倒了一大片。看你口干舌燥的，来，喝碗茶汤，与我慢慢道来。谢殿下。丞相正以疫病为由，联合文武百官向殿下发难，要褫夺殿下监国之权，废黜您太子之位。我就知道，丞相这个老匹夫会来这一出。诸位大人肃静！自太子接手赈灾工作以来，京城疫情四起，死伤无数，就连他身边的小柱子也难以幸免。现在奄奄一息，时日无多呀！这是太子建国失职，是他导致生灵涂炭，动摇我大周国本。太子早就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躲在东宫不敢出来。何止？我听边将来报，说近一级东阙，据说是太子怕陛下责罚，
已经叛逃敌国，真是丢尽了大周的颜面呐！要我说，大家应该联合上表，请求陛下废除太子。方才说谁叛逃敌国？你们可知对本太子不敬是何等大罪？太子，这只是乡野小人的讹传罢了，你不会连他们都不放过吧？你既然没有叛逃，想必是过来承担罪责的。本殿下何罪之有？想必太子已经知道了，现如今京城疫情泛滥，死伤无数，人心惶惶。你身为太子，手握监国之权，不能滥杀无辜啊！你可知罪？昨日钦天监观测到长虹贯日，此乃大灾之兆。若是不废了太子的监国之权，继续让他祸国殃民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亏你们还是1、2名呢，被一场疫病和一个特殊气象吓成了这样。太子殿下真是顽固不化。你身为太子，现在疫情四起，人心惶惶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可知罪？历朝历代太子都是选贤选能，若是太子无贤无能，又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我劝大皇子还是自己辞去太子之位，免得让大周太庙蒙羞。本太子何时说过要逃避责任？那就请你脱下这滚龙袍，请出。丞相，本官要承担责任的方式是治好全京城百姓的疾病。太子真是学识浅，此次灾病的严重，就连是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你能有什么治疗之法？纵观历代遗书，从未有人能治好疫病，请太子不要胡说八道。不过小小疫病罢了，还能难倒本太子？他不是奄奄一息快要死了吗？怎么现在活蹦乱跳，面色红润？咱家身体好着呢。这怎么回事？丞相，就让咱家来解答你心中的疑惑。太子殿下早就料到大灾之后有大疫，已备好名为达元饮汤药，针对此次疫病大有奇效。确有此事。回丞相，小柱子跟我说的无半点虚言。秦太医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回殿下，微臣已按照小柱子公公所言，以达元饮药方煎药，在京城搭设窝棚，适宜赠药。目前京城疫情已平稳。李通国，你听到了吗？方才是你说本殿下叛逃敌国，是吗？太子，臣只是一时说错话。可是我不会杀错人。何殿，动手！不管以后你是三公还是左卿，只要犯了错误，照杀不误，愣着作甚，退朝！玉叔，你没事吧？别进来，会传染的。站住！本宫让你站住！玉叔绝世容颜，怎么能遮住你？你混账！你说我混账，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。你怎么没得病？老天爷真该把你收走的。老天爷不收我，不就是让我来欺负你的吗？这是本王给你熬的药。你不会下毒害本宫吧？我怎么会下毒害你呢？是春药。给我喝了它，我就能……来，再来一口。太苦了，我不喝。不喝？哼！丞相带领玄甲卫即将兵临东宫了。李通古这个老匹夫果然沉不住气。你知道丞相会这样做？丞相对我恨之入骨，一直想13弟教训我带着。如今城内防守空虚，而玄甲卫所有2大营机在丞相手里，他只要脑子没病就会这样做。那你还这么悠闲待在东宫？因为我不怕。你不要任性。你手上虽然有4000玄甲卫，但是丞相手中有15000玄甲卫，不如先跟本宫逃离此处。把东宫给我围起来！现在你想走都走不掉了。李通国，
深夜带重兵围困东宫，你是想造反吗？造反？老臣这是清君侧，定下荒淫无道，忠奸不分，无端杀戮朝廷重臣，致使大周江山不稳，百姓流离失所。13皇子与北相不忍天下黎民受苦，起兵围困东宫，愿太子殿下醒悟。然太子执迷不悟，死于刀刃之下吗？李通国，你觉得天下百姓会信话吗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，即日起，你太子营业会被一直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丞相，如今营业才是最适合做皇帝的，你不能动他。既然他不能为我所用，他就不配做皇帝。闪开！本宫绝不会让，而且今夜你一定不会成功。既然你敢胆在营业面前，那你就和他一起去死吧。若本宫和太子一同死，你该如何与陛下交代？太子殿下已经疯了，淑妃死在了太子的剑下。好，丞相，你那脸皮还是如此之厚啊！就不要信口雌黄了，今天你死罪难逃。丽妃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晚上你们是都不会成功的。皇兄，你脑子莫不是撞坏了吧？今日本殿下与丞相15000玄甲卫围困皇宫，你觉得你还能逃得出去吗？严亥，谁跟你的狗胆，跟本太子这么说话？废物！他一个将死的太子，怕他做什么？皇兄，你休想再欺压我！你这个废物，你也配？你自命不凡，如今你又能怎样？李通国，你就没发现本太子身边少了一个人吗？葛聂，葛聂怎么不在啊？葛聂在的时候你都逃不了，葛聂不在了，老夫劝你还是跪在地下求情，给你留个全尸。没有葛聂，本太子也能要了你的狗命。一笔之道，还施彼身，安心的去吧。丞相，丞相，你敢杀丞相，我要杀了你！臣救驾来迟，还请殿下恕罪。起来吧，外面如何？全部扶住。营亥，皇兄，臣弟也是受了李通谷的蒙蔽，才……本太子给过你一次机会了。李通谷谋逆造反，灭九族，个人所有财产收入不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营业德才兼备，治国有方，体恤民情，乃我大周之幸。朕年事已高，即日起，太子营业登基，即皇帝大位。拜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